好冷，娘，我是不是要去找你们了？婉姐，都11点了，您还不回去啊？这批虾仁的进货价比上周贵了2成，账得弄清楚。会不会是供应商写错了？写错也好，故意也好，不弄清楚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这么远。穿越了，还是这么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。好啊，我就说灶房怎么少了个红薯，原来是被你这小蹄子偷了。偷东西还敢瞪人，老不死的还在屋里睡得香，看我不告诉他，让他好好教训你。偷灶房的东西是要受罚的，跪着，跪到我和你大伯年都解气为止。这个地方我记住了，这个人我也记住了。次子茂人设得后山坡地，薄田数亩，立此为据。分家文书虽然不全，但次子茂人，这是我爹的名字。这后山的地原本就是我们这一房的。哟，我当一晚上过去，人都该冻僵了，没想到命这么硬。也好，命硬就命硬吧，这个家容不下你这病秧子扫把星。今儿起你给我搬出去，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别再回来沾家里的晦气。赵李正，打伞，快上货呢！不管狗他不认识。一大早的，这是闹哪样啊？李正来的正好，不是我们心狠，这丫头身子骨弱，留在家里也是拖累，我们也是为她打算。大伯娘说的是，左右我也用不着在这屋檐下看人脸色。我爹娘留下的这半张分家文书上写着，后山那片地还有几亩薄田，本就是我们二房名下的产业，我这就搬过去，正好。劳烦李正过目。这上头写的是次子茂人，这手印儿是不是老太爷当年按的？原来二房还有自己的地啊，怪不得。那片荒地当年好像是连着后山一起划的，边界早不清楚了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那现在咋整？总不能不让他去吧？李正都看见了。先让他去。一个丫头片子守着一片荒了10几年的破地，能翻出什么来花来？这片地从今天起是我的了，那就得好好干了。真搬啊！一个人去住那后山破屋，那荒了10多年了，四面漏风，还不如柴房。
这丫头不是叫苦，是等死呢。说死的，等着看我活得好不好。是要比5星级酒店差一点，但是跟昨晚的柴房比，可强多了。他就这么走了也好，省得天天碍眼。但那文书，娘，您说那文书要不要？文书残的，现在动不好看。他一个人守着那片荒地，用不了多久自己就撑不住了。那我们就等着，等他求着回来。2个地瓜，3天的口粮。荒了10几年，土没人动过，那可是肥着呢。开春就能翻地。水有了。先开垦向阳的这几块，画得快。煮了点红豆粥，想着你这边灶台不知能不能用，来，先垫垫肚子。这屋子住人，屋顶都塌了一块，下雪漏雨的，这哪行啊？这丫头真是，我说的是实话嘛。一个姑娘家守着这破地，能撑几天？撑几天，您过些日子再来看。土质不错，向阳面优先，先种好养活的白菜、萝卜、野葱，开吹就下种。猎户老屋边上应该有水源，水有了。借据，这屋子住的上一个人是谁？留在墙缝里藏着，不像普通借条。先留着。原主这身体3天没吃饱过，腿是真的软。2个地瓜撑不了多久的，必须得去找吃的了。是芥菜，太好了，好东西啊！鱼腥草凉拌、荠菜煮汤、野葱炒蛋等等。这里有鸡蛋吗？先凑合吧。这身体还真是一点底子都没有啊。套野兔的，差点就踩上去了。间隔约等距，沿着野兔活动路线布设，是有规划的。这不是新手布的，每个套索的位置都踩在了野巫师的习惯路线上。这是有人的地界。要是踩坏了，兔子就跑了。
后山老屋往上这片坡，我也要走的。你住那老屋？从昨天开始的。往左边绕过去，没有套索。那兔子边角料卖不出去的部分，能给我点吗？我做吃的给你尝，用来抵怎么样？边角料在那里。有没有盐？有没有火折子？那锅有吗？你这是要在山上开灶？那算了，不用锅了。就快要好了。试试。这是兔肝？当然。我每回猎完兔肝我都给扔了。扔了可惜，铁多补血的，治过之后腥味全都没了。汤要不要试试？这个算抵今天的盐和火锅扇。我今天那顿可要比一只野鸡值钱。明天还有套座要收。咬着。盐味少了点，但对这个时代的口味来说，够了。王婶儿，刚做的荠菜鸡丝汤，热的，尝一口。哟，这鸡汤怎么这么浓啊？哪来的鸡？山上抓的野鸡，2文钱一碗，带罐子的3文，等喝完罐子还我就行。他爹，来喝碗热汤。我也要一碗。第一笔钱。哟，这是出来做生意啦？还穿着你娘留下的那件破旧袄子呢，就这样子也配在村里抛头露面？也不知道卖的是什么东西，小心吃坏了人肚子。我喝了，挺好喝的。周家嫂子，你要不要也来一碗？这才搬出去了几天，就开始挑担跑去卖东西了。村里面的那些人还真敢买。卖了多少？7、8枚铜板呗，那能有多少？今天是7、8枚，那明天呢？那片地不能让他再这么踏踏实实种下去了。第一天收入8文，支出盐半钱，借的2只碗已还，净赚8文。知和，我来帮你翻地啊！我娘说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一个人怕忙不过来。
大牛哥，锄头会用吗？废话，我从小先把那块石头地翻一翻，硬土，刚好我一个人翻不动。那块地先放放，我先帮你这边。不用，这边我自己来就行。硬土那块先翻，翻完了再说。我渴了，我要找水喝。志和，给我弄点水来。这个吃了清火的可是好东西，你要吃的话自己拿。呸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大牛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他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清火的，排一排就好了。咋了这是？你去那边，地怎么样？东西怎么样？娘，我肚子不对劲儿。我就说那丫头心眼坏，她给你吃了什么？就一把野菜，她说清活的。好啊，敢算计我儿子！沈志和，你给我儿子吃的什么东西？他肚子疼了半夏天。大伯娘，大牛哥今天来我这里，他自己说来帮忙翻地的。帮你翻地怎么了？帮了你还要被你害。王婶在场，全程都看见了。我来问问他，王婶儿，今天大牛哥在我院子里，是我逼他吃东西了吗？没有，那碟子放在那里，他自己伸手拿的。大伯娘，我把折耳册放在灶台边，说的是要吃自己拿，他自己拿的自己吃的，吃多了肠胃不适，这怎么算到我头上？你帮着外人说话，我说的是我眼睛看见的。大家都来评评理，这丫头从小就是扫把星命，克死了爹娘，现在又来害自家侄儿，心肠歹毒。大伯娘，这话您不是第一次说了，我爹娘是病死的，村里谁不知道？您今天上门来要说这个，我也是为你好。大伯娘，上次您亲口让我搬出去，说我晦气，今天又说是为我好，想要我回去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好，你翅膀硬了，走着瞧。你这孩子就是嘴上不吃亏。不是嘴上不吃亏，是不能让他把帽子扣实了。你爹娘走得早，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。王婶儿，我明天还有荠菜汤，你要不要？要，给我留一碗。今天那个周氏过来闹了。没什么事儿，就走了。你那个吃食有没有想过拿去镇上集市卖？我列的东西镇上就有人收，但是压价压得厉害。你要是能做成熟食的话，说不定卖的要比生肉贵。你的意思是合伙？先想想。进来说吧。镇上集市里每旬逢3逢8就会开市，我列的东西生肉1斤最多也就卖4文，压价的厉害。我要是能做成熟食的话，能卖多少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的吃食我尝过，比镇上那些摊子的要好很多。那食材你供，手艺我出，摆摊的摊位费、炭火、颜料这些算是本钱，
本钱先从收入里面扣，剩下的你6我4，怎么样？你出力，凭什么你拿的比我少？食材是大头，没食材我做不出东西来的。等摊子做起来稳定了，我们再重新谈。还要立字据，写清楚谁出什么，怎么分，怎么散伙，省得以后说不清楚。我们又不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写清楚。口说无凭，字据在，谁也赖不掉谁。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？一人一份，都留着。你在哪儿学的这些？以前跟人学过。以前你不是……以前的我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。那不是沈志和和后山那个陪猎户吗？还真是，这是一起去镇上。好位置全都没有了。早知道更早些来了。就在这里吧。有些挤了点儿，挤没关系，人看得见就行。试喝，不要钱。这汤野味的，但不腥。野姜腌过的，3文1碗，带饼2文加。哪儿来的野摊子，卖野货的，也不怕吃出毛病来。这饼是加野葱的吧？香还不腻。最咸的骨头。第1个时辰已经回本了。查清楚没有？他是哪个村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好像是清河村的，姓沈。真是个新来的，一点不知道规矩。给我盯着点，今天先看看情况。他们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往里面走走，再看看。这个位置比上次偏些，不过好在早市打水的人多，来来往往人流不断。那就这里吧，今天换个打法。这是兔肉。要不要试一口？香，比上回那个汤还要香。刘婆子，
你马上。听说那个新摊子食材来路不明，山上随便采来的，也不知道干不干净。真的假的？我刚才还想去买。我也听说了，上回有人吃了肚子不舒服。谁说吃出毛病了的？我在清河村天天吃，我家那口子天天喝他做的汤，好着呢。你们是清河村的吧？你们村谁没喝过他做的荠菜汤？出过事儿没有？没出过事儿，挺好喝的。来一串。你做生意账怎么记的？每天收入支出单独记一张纸，日清日结。福记杂货，我是掌柜的，得空来找我。过来了，坐吧。您每样货都贴了价签。做生意嘛，账要算清楚，客人看得见，自己也看得见，心里才踏实。你说你每天日清日结，可以给我看看你现在怎么记的吗？收入支出分开记，这个是对的，但你没有分本钱和利润。时间一长，你自己都说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。该怎么分？左边是进，收了多少钱；右边是出，花了多少钱。分两格，一格是本钱，一格是杂位，底下单算净剩，每天结，每讯汇总，每月存堂。合作的账怎么记？我有个合伙人，食材他出，我出手艺，收入要分成。合伙就要立分账字据，写清楚各自出什么，收入怎么算，怎么退出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找个见证人签字，比那只有2个人的手印的字据更稳。见证人找谁？可以找李正，可以找德高望重的人，也可以找我。您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做了30年生意，见过不少人，有人赚了钱数不清，有人被人赖了账说不清。你这丫头面生本钱薄，但记账立字正，比我见过的大半商人都清醒。这样的人不帮可惜。掌柜，这一项记在本钱里吗？是记在本钱带下，与进货分开。掌柜的，我想问您一件事，不是关于生意的。说。我在旧屋的墙缝里翻出几张旧纸，上面有字有手印，像是借粮借钱的，但字迹模糊，我认不全。你带来了吗？没带，放在家里。下次带来我看看。旧年间的借据写法有讲究，我见过不少，或许能认出来是哪家的。掌柜的，今天谢谢您。别谢，记住一句话，做生意账轻腰杆才硬，谁也拿不住你的把柄。是块料。你在哪里找到这个的？后山老屋的墙缝里，压得很深，不是随手塞的，像是故意藏起来的。这个格式是族中借注的写法，不是普通的民间假条，是宗族里正式登记过的借还记录，要有族中见证人画音，留了底档的那种。意思是族里应该有存档？理应是有的，但年代久了，存没存，存在哪儿，这些都得查。这里茂字，你们清河村沈家老大叫什么？是我大伯，叫沈茂林。这里模糊的这一段像是借粮3担钱若干的格式，年份我认不全，但看纸张的旧法，少说也是15年以上的东西。掌柜的，您说要查族里的存档，从哪里查起？先找你们村的李正，
问清楚当年分家时族里有没有留底，再去镇上的旧当房看有没有对应年份的登记记录。不要急，慢慢查，别打草惊蛇了。我知道了，先放着。就是这家兔肉串比镇上那些强多了，你尝尝。今天净赚，你那份是42文，比卖生肉多了快3倍。下次多带山鸡来，山鸡比兔子好处理，油也多，做出来的更香。一个摊位不够了。我想再开一个摊位，专门卖菜。我这边菜园的野葱、荠菜已经够量了，加上山上采的，能撑得起2个摊了。你一个人看不过来的。我想请王婶帮忙看一个，给她工钱，按天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，王婶靠得住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还有一件事，咱们那份字据，等王婶加进来，要重新立一份，把3个人的分工写清楚。行，听你的。管金的故故字楼都是音乐行用的合体。给多少工钱？集市日1天8文，平时帮我备菜备料，按实际时辰算，不叫白干。行，我去。你这孩子做什么都要立纸，写清楚了，谁心里都踏实。哎，高峰，你们不知道吧？那个沈之和跟后山的裴立户搭伙做买卖，天天一起进镇呐，2个人进进出出的，成什么样子？真的假的？那裴烈户不是说命硬克亲？可不是，他一个克亲的，他一个命硬的，2个凑一块儿，也不知道谁克谁，横竖不是正经。志和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们村里有人在外头说你和这位裴大哥，说的不大好听。说什么了？说你们俩不清不谱，傍着野男人才能赚到钱。我和裴大哥做买卖，字据在，账目清。清河村有人证，集市有人证，清者自清。吃了东西，自然知道味道是真是假。谣言堵不住人的嘴，也挡不住人的脚。裴大哥那边，你不去说一声？他知道的。怎么了？没事儿。脸色不对。村里那些话，对你名声不好。对你也不好。我无所谓。那我也无所谓，但你耳根发红是怎么回事？
李正，正好碰见您。我和裴大哥合伙做吃食买卖的事儿，您知道的吧？听说了，做得不错。字据在，账目清。王婶是我们的帮工，也有字据。有人在村里说些闲话，我不想让这些话烂在外头。今天当着李正和大家的面说清楚。我知道了，字据齐全，合规。屋顶撑不住了，要翻修。我来。材料要钱我来出，你出力扯平。这是要翻屋顶？那陪猎户上去的手脚利索啊。裴老弟，这边新茅草来了。志和，这屋子收拾起来，你是真要在这里住下去了？住下去，还要盖新房。结实了，今年冬天不会漏。谢谢你。今天麻烦大家了，没什么好的，吃个便饭。王婶儿，这个我们在新城啊。我走了。路上小心。娘，您是不知道啊，那屋顶翻得沾崭新的，还有人去帮忙，吃吃喝喝的，村里那些人都向着他了呢。再这样下去，二房真要翻身了。让茂林来见我。今天卖完了，还剩人在排队。我们备的货不够，是最后那波人没买到，有2个说下次早点来。备货再多，摊子也就这么大，装不下。我想在镇上租一间铺面。铺面那得多少钱一个月啊？我算过，镇上小铺面偏向的1个月300文左右，主街的贵。我们先不考虑主街，300文，现在的收入能覆盖，还有盈余。但是风险有些大。摆摊也有风险。集市宜旬才开2次，刮风下雨就没收入。铺面天天开，收入稳定些。先去看看吧。你要找什么位置的？不用主街，人流得过得去，最好靠近集市那边。我知道一处，集市北口往里走2条巷，有间铺子空了2个月，东家是老主库，人也厚道，月租280，押1个月。你要的话，我帮你搭桥。280，能去看看吗？下午就能去。姑娘，这铺子怎么样？梁柱结实，灶台要重砌，前厅地面要重铺，这2样租金里能不能抵1个月？行，重砌重铺抵第1个月租金，从第2个月开始收钱。你们觉得呢？可以。那咱们立字据。
沈大哥，上回说好月底还，今儿是最后一天了，再宽限几天。我家里有些产业。产业？什么产业？说来听听。3天拿不出来，你知道后果。督坊那边又催了，最后3天，差多少？连本带利20两。茂林，你说那片黄地现在值多少钱？你什么意思？那文书是残的，挣不了全。只要娘点头说那地是宫中的，李正总得给长辈几分面子，把那地划回来卖了，20两绰绰有余。您是长辈，这家的事儿您说了算。那地本来就是老太爷当年随手划的，那丫头一个孤女，折腾这些，说到底还不是靠着咱们沈家的地。那文书李正看过了，看过又怎样？残的做不得全凭，娘您出面，李正能不给您面子？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别闹得太难看。是。要不要请人写个好看的匾额？先用着，等赚了钱再说。开张了。今天我来捧个场。知和，我们做什么？洗菜备料，端菜收碗，我教你们，熟了就好。工钱按天结，吉事日多1文，逢节多2文，写在字据上，少1文来找我。知和，我来啦！你祖母这2天身体不好，想吃点好的，我来给她带一份回去。大伯娘来了，请坐。不坐了，带走就行。你祖母嘛，家里人你也不好意思收钱吧？大伯娘，这里是做买卖的地方，进门就是客。祖母想吃我高兴，但规矩可不能乱。来，我给您报个价，您看要什么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大伯娘，一家人更要账目清楚，免得以后说不清楚。王婶儿，来给我大伯娘报个菜单。那就来一份汤。管事在吗？我有事想麻烦您。哟，沈姑娘，这么早就来备料呢？但是货你今天恐怕是拿不走。管事大人，您前天说是例行检查，昨天说是核对名册，民女倒想请教一下，还要查多少时日？官家办事向来繁琐，你要是等不及，大可把店关了，回乡下享清福去，何必在这里跟官府耗着？既然管事大人这么说，民女明白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大人秉公执法，民女自然不敢多言。没有猪油和粗盐，咱们那些野味怎么下锅？那管事儿分明就是诚心刁难我们。王婶儿，您先别急，店不能不开，否则客人都会以为我们心虚关张了。那管事平日里虽贪财，但绝不舍得断了自己的财路，无缘无故找麻烦，这不合常理。我去集上里找几个相熟的猎户打听打听，看看他背后到底是谁给他递了话。好，你万事小心，别跟他们起正面冲突。至于今天的备料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就去孙掌柜的酒楼走一趟，
向他挪借一些应急，总能把今天对付过去。李叔，这2天集市一款市那边有没有什么生人去找过他？前天晌午大家都歇工的时候，确实有个奇怪的妇人摸进了管事的偏房，大约50来岁，手提着个遮得严严实实的竹篮。我看那管事对他谄媚得很，走的时候还亲自把人恭送出门。50来岁，深蓝布衣，手提竹篮，果然是他。多谢李叔，这消息对我很重要，您在集市也多留个心眼儿。我先走了。查清楚了，前天大伯娘私下里提着李去找过集市管事，不知道许了什么好处。这次故意卡我们的粗盐和猪油，就是他在背后挑唆的。知和，起2间这么大的厢房，准备囤啥宝贝呢？一间存冬货，另一间留着备用。备用？怕不是以后要添人口吧？知和，这片后山地当年的祖产可没分清楚，你在族里地界上盖房，是不是该先知会一声？大伯，分家文书白纸黑字，这地早就归我爹了。文书残本1张，也配当凭证？族里定了，这地收归宫中，你想住拿租银来。李正，请您过目，这便是当年的分家文书。次子茂人分得后山坡地，薄田数亩。我爹是沈茂人，这片地是他的，自然也是我的。知和，字迹确实是你爹的，这没差。可这最底下的官印，还有当年的见证人签字没了。按老规矩，缺了印信，这文书在公堂上做不得准。这公案我今儿判不下来。李正，文书虽残，但地契可是一直完好无损。地契上清清楚楚盖着官印，登记的是我爹。官家盖印的地契没残，这个难不成也正不了？官印不假。这地契年头久了，谁知是真是假？大伯，想核证真伪可以，直接去县里当房对道存根。您现在就随我去查。都别争了，等我去县里查完旧档再做定夺。在官家旧档查明之前，谁也不许动这块地。那半截分家文书，你当真找不到了？当年在场见证的人应该还在。知道叫什么吗？我去找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要去哪儿找？我常年在外跑山，有些老猎户的门路可查，老一辈的圈子里定会留下线索。多亏有你在。那就想想等我找到人怎么谢我吧。地契有了，文书残了，还差什么？见证人，只要有人证实，残卷也算数。人证物证齐全，就是完整的证据链。但还有一个关键，镇上的旧档，当年的登记若在，那就是官方铁证，这可比任何人的口供。当房的记录，您能帮着查查吗？当房有熟人，我去问，但见证人这条线必须你们自己查。裴也去了，他认得山里的老一辈。还有你提过的那些旧借注，我一直记着，带过来，我再仔细验验字迹，从日期和格式看，能断出是哪年的事儿。你看这儿写着17年冬。17年，这指的是哪个17年？按老规矩，这用的是宗谱纪年，得查查对应哪年，大概能断定这账横竖是在20年前上下。20年前，我爹娘是15年前库氏的，分家绝对在那笔借款之前。没错，20年前借债，说明早已分家，不然他不可能单独走族中的账。你大伯用的是私名，借的是二房的钱，他霸占我们家财产，竟还是个债主。等日期核实了，人证物证一起走，咱们掀了他的底。怎么样，查到有用的线索了吗？山那边有个猎户，姓赵，年近70，他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什么都看在眼里。当年2房分家，他就是旁观的人。那他现在身在何处？在临县，他腿脚不便，出不了山。后天一早我便动身，让他指认当年的字。等我回来。裴也动身了，此去临县路途可不近，只要能找到，跑一趟也值。
县衙党房那边我去探过了，当年那批荒地的登记确实有旧档，当年就记在茂人名下，任凭他们怎么闹，也越不过当年的官印。能不能想法子先拓一份抄本出来？成，无非是给里面的主事塞点辛苦费，算不得多。这事儿交给我，保准给你办妥。昨天交代你的那件事儿，去办了没有？给那丫头供菜的几家都说通了，我挨家挨户递了话，就说他店迟早被查封，别跟他签死约，免得赔钱。废什么话，说重点。2家。知和姑娘，真是不凑巧，下个月的菜，老孩我实在是供不上了。今年地里收成差，总得留点口粮给家里人。收成不好，前天我刚路过你家菜地，那菜长得可水灵。我知道了，大叔，我不会为难你。当初落契时写的明白，提前10日告知便可解约，这份你带走。大叔，之前的货款账房都给你结清了吧？清了，1文都不少。既然结清了，那便没事了。外头有人造谣说你的铺子撑不过这个月，供货商都是小市民，听了这话，谁敢跟你绑死？扯不清。孙叔，这条供货线我不要了，我要彻底换血。菜农都抱成团了，你上哪儿去换？孙叔，集市上有没有外村来的走街货郎？就是那些直接从深山收货，不经本地行商的货郎。有，每逢赶集，确实有镇的货郎进城，他们的山货新鲜且便宜，唯一的死穴就是不稳定。那是因为利益还不够诱人，只要肯长期只供我一家，我愿意出高于市价整整2成的价格买断供应。孙叔觉得他们肯不肯？自然肯，高价换独家，他们做梦都能笑醒。那便说定了，还请孙叔替我引荐。老爷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可拖不得了。我知道。我昨晚想了一夜，那片地绝不能丢。就算李正查到了当年的旧死档，只要老太太一口咬定那文书是假的，谁敢反驳？到时候再让族里几个族长出来说句话，李正还能不顾念我们宗族的群分？你们这是在作死！娘，您是长辈，您说假的，那就必须是假的。我还没死，不想替你们背这个脏名声。娘不肯出面也无妨，直接告他私占公田，直接捅到衙门李正那儿，说不清，地归宫中，铺子也得给他封了。死丫头，出来！沈之和，我就问一句话，这片地你让还是不让？大伯，官府弃纸白纸黑字，李正自会查清。你想不通，就去问关老爷。老子有的是办法治你。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让了地，我保你那小破铺子相安无事。大伯编了这么一大出戏，真是难为你了。管事刁难，散布谣言，断我供货的，不也是您的手笔？大伯，您自己心里最清楚。条件免谈，地等李正判，不劳您费心。大伯请回吧，查明真相前不必再见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李正大人，今日我有重大冤情要报。沈之和私占公田，银钱来源不明，请李正依规处理。查清之前，一切皆应予以封存。知道了，我明日派人知会他。诏书带到了，怕生变，我们提前赶路回来。快进屋，外头冷，别冻坏了。连夜赶路，骨头都僵了。这口热粥最暖胃。当年分地的细节，您老可还记得？记得，这笔糊涂账我心里明镜似的。那年寒冬，你爹和大伯当着族长的面立下字据，我跟隔壁二爷作保，白纸是字画了押的。赵叔，您过目，这物件可还有印象？当然认得，当年分家利器，我亲眼所见。底下的半张是虚的，见证人那栏就有我的指印。
哎，偏偏最要紧的这半张被人给毁了。知和，县衙接了你大伯的状纸，按大例律例，涉案财物需即刻查封，待水落石出后再议。这片荒地2间厢房连同账册，全数就地封封。状告我私占公田，地契就在我手上，县衙党房也有铁证。至于说财物来路不明，我店中有账册，笔笔进项皆有源头，任凭各位翻阅核对。请李正宽限3日，我必自证清白。好，就给你3天，期间财物封存，任何人不得妄动。死丫头还妄想翻盘，3天她能变出花来不成？文书已成残卷，地契又是陈年烂账，那咱们岂不是稳操胜券？这院子归我们了。蠢妇闭嘴！这丫头今日的反应实在太镇定了。若是常人遇上抄家夺产，早就吓破了胆。他敢当面叫板，手里必定捏着咱们的要害。天一亮就去查，弄清那跟他一起的老匹夫是谁。见证人，他若在李正面前开口，文书残卷就能补全了。绝不能让他吐出一个字。怎么拦？那老头软硬不吃。你去，带点厚礼，探探那老家伙的口风，说是拜访，探探他的态度，看能不能说动他，别趟这趟浑水。老爷，万一他死活不肯呢？先好言相劝，试试底细。赵大哥，久仰大名，特来瞧瞧您。不认识，有话直说，别绕弯子。其实是想请大哥高抬贵手，这是沈家的家务事，外人插手，对老哥您可没半分好处。您岁数大了，腿脚又不好使，何必为了个野丫头得罪人呢？沈家的人也配来堵我的嘴？是好意，这可是我们老爷的意思。我的良心换不来你沈家的狗东西。丫头，老头子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裴家小子来找我时，我也犹豫过，土埋半截的人了，实在不想惹一身骚。可他把你的遭遇说了一遍，我哭坐了一宿，最后决定必须来。赵叔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爹是个老实人，我见过他，我也亲眼见过他当年是怎么被欺负的。赵叔，知和谢谢您的再生之恩。丫头，你谢错人了，是他去求的我。这张和前几张格式不太一样。这张不是借据，这是一张代管凭证，意思是某人代为保管另一方的财物，立此为据。代管的是什么？代管二房名下，粮若干担，钱若干两，代管人是沈茂林。这不是借款了，这是他替二房保管的东西，从来没还过的。意思是我爹的钱粮一直压在他手里，从来没到过我手上。这字据我有印象，当年你爹病倒那年，他把粮钱托给你大伯暂管，谁知想病好再取了，这事儿便落了空。赵叔，您愿意把这段话写进证词吗？有何不敢？我亲眼所见，绝不作假。齐了。李正这人能秉公办事吗？公道是有，就怕他关键和稀泥。那就逼得他没法和稀泥。李正，3日之期已到，我来交证。这便是全部证据，请您过目。李正，老汉是当年分家的见证人，这桩公案，我这条断腿也得来作证。当年没签上名儿，今日我来补齐。沈之和，这些东西我还得核实，不过初看确实做不得假。李正，小女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请您在祠堂当众宣判此案。当众？何必闹得全村皆知？大伯告我时，便是当着全族的面自证清白，自然也该让全村听清。好，3日后祠堂，我来断案。那死丫头到底交了什么？地契、官府抄本，还有老猎虎，据说还有2份要命的说明文书。说明文书，今晚动手，把宫中账册全部翻出来，凡是涉及二房的，就给我制造漏洞。大伯，
现在才改，能行吗？这笔账，当年继承宫中调用，但其实……闭嘴！把这几页全撕干净。撕了，可李正明天要核账，查出来咋办？就说本就没有，年头久了被重铸的。沈茂林，李正大人有令，祠堂宣判前，双方账册文书一律封存，任何人不得销毁、转移或涂改。我现在来取账册，开门配合吧。知和，你祖母想跟你说两句话。知和，明天那个能不能不在祠堂？知和，私下说清楚就行，闹到祠堂，沈家的脸面。祖母，您今天来是大伯让的，还是您自己想来？如果是大伯让您来的，请您回去告诉他，祠堂的事儿是李瞻定的。如果是您自己想来的，就当着全族人的面把话说清楚，对大家都好。知和，我知道这些年我们对你不好，但到底是一家人，你大伯他也是走投无路，你就当看在祖母的面子上。大伯娘，一家人这3个字，我爹在时你说过吗？我挨饿挨冻的时候你说过吗？我被罚跪雪地的时候你说过吗？这3个字，你怎么说出来的？明天李正和长辈都在，把账说清楚，以后各过各的，才是真正的两清。祖母腿脚不好，明天去祠堂，我让裴爷接您。今日祠堂公议，沈茂林告沈之和私占公田，财物不明，双方证据已收，今日当众核实，有话当场说，说完我来断。先听沈茂林一方。那地是宫中的，残破文书岂能作数？她一个孤女，哪来这么多不明财物？沈之和，你来说。李正，这是当年的地契，此乃后山坡地与薄田，登记在我父名下。这是镇上当房的官方登记抄本，加盖了当房官印，与地契分毫不差。年代久远，记录难免有误。官方登记到底是久远还是无误，李正大人心里自然比谁都清楚。文书虽残，但当年的见证人还在。我叫赵永顺，临县猎户，今年72。20年前沈家分家，我是见证人之一。我在当年的文书见证人一栏画了押。当年的事儿我记得一清二楚，两房人在老族长面前立的字据，长子茂林分得宅子和另一块田，双方和证证人各自签名画押。这是我的书面证词与手印，请李正存档。这老头是他雇来的，话是他交的。沈茂林，你当真不认识我了？你小时候跟你爹买过工具，就在我铁匠铺子前站了半个时辰。你爹叫你别乱跑，我还帮你拦过一回。你说这桩桩件件是他能交出来的？三方证据互证，地契真实无误，当房记录属实，证证人证词可行。后山坡地与薄田归属沈茂人名下，现由其女沈之和继承，与宫中无干。私占公田一说绝不成立。沈之和方还提交了财务来路说明。此案涉及另一桩旧账，请孙掌柜陈述。李正，各位长辈，今日索性说个明白。还有一事。第一件事，旧借据。沈之和整理遗物时，发现数张旧年借据，格式为族中正式借贷记录。经族谱比对，借款人为沈茂林，借款为分家后第3年冬，共2笔，借粮3担，借钱2两，折银12两。时至今日，全无还款记录。第二件事，代管凭证。同批旧纸中另有一张凭证，沈茂人病重期间曾托付财物，交由其兄代管，待病愈后归还。茂人病逝，这批代管财物从未归还子女，折银28两。两项合计，沈茂林欠银40两，是他赌债20两的2倍。两桩陈年旧账，可有人证？有，借粮那笔借的是村里公库。当时负责登记的经手人，正是您赵李正大人。我想起来了，确有此事。今日祠堂公议一并断清：其一，后山坡地薄田归沈之和，证据确凿，不得再起争议；其二，旧账及财物共计40两，
沈茂林需全额偿还，不得拖欠。还款方式由你们双方商定。我与诸位长老在此做个见证。沈茂林，你此次诬告经查不实，按族规需当众向被告赔礼。我向你赔礼。二叔的话我听到了。王婶儿，等一下，知和那食饭，我家那口子一直想去，之前没去成，现在我们还能去吃吗？能去，开门做生意，知和从不赶客。知和，老婆子今天来想求个营生，说吧，什么事？我这儿有上好的糕点料子，价钱绝对亏不了你，你看能用上不？我定期送货，价钱你定。你跟我大伯娘使过的绊子，咱心里都明白，旧账我不翻，但要供货得立字据，品质、数量、违约赔偿一条都不能少。这条件能应下，咱们就进屋谈。没问题，你先瞧瞧这样品。祖母，风大怎么坐在这儿？等你回来。你爹从小就老实，从不跟他哥争抢。我总想着亏不了老实人，哪知道啊。走吧，回去了。知和，你爹娘走的时候你才多大？7岁。7岁。那些年没护着你，但是我知道，我偏心你大伯一辈子，他干的那些事儿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想知道。祖母，不瞒您说，我小时候恨过您，但现在我更多的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偏心能偏到那个程度。但这些，昨天祠堂里已经说清楚了。该还的还，账是账，人是人，我分得清楚。您年纪大了，身边不能没人，我托了王婶儿，让她帮着留意，有什么需要叫她来告诉我。好。碰见你祖母了。说了几句话。你挂的？院门口黑，挂一个亮堂。放着。我来，我来，没事儿。放着。有话说。我想和你过。是什么意思？成亲，过日子。好。这嫁衣得赶早做，你一个人哪忙得过来？大伙儿帮衬着。这是我当年成婚压箱底的宝贝，买多了没用完。如今给你做嫁衣，正好，别跟婶子客气，能帮上这忙，我心里比谁都高兴。放好了。以后这些东西都不用再拿出来了。以后都不用了。歇吧，明天天一亮还得开门做生意呢。等开了春，咱们把后山那块地再扩一片吧。好。赵叔捎信说腿脚好多了，想搬来住上一阵子。旁边厢房一直空着，收拾出来。裴爷，你看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。以后会更好。